朋友们，豹女大姐姐希诺宁马上就要上线了，相信很多朋友也有疑问，希诺宁到底应该怎么培养呢？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说一下。老规矩，我们先说一下希诺宁的技能，普攻自然不必多说。我们先说一下希诺宁的战技，也是希诺宁的核心技能。在前瞻直播的时候就有很多观众听得云里雾里的，只知道希诺宁的战技可以减抗，那么到底是怎么减的呢？还有这个采样器是个啥东西呢？这里呢，我们就帮大家翻译翻译。其实就很简单，如果说你的队伍中有着冰火水雷这4个元素的话，它的采样器就会转变成对应的颜色。打个比方，如果说我们的队伍里边一个火系、一个水系、一个雷系，那么它的采样器就会变成水、火、雷3个颜色。但是大家要注意，你只开 E 是不会直接减抗的，它需要夜魂值满了之后才能减抗。刚开出来 E 的时候，我们的夜魂值是不满的，那要怎么样才能快速满呢？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希诺宁的天赋了。在希诺宁开 E 之后，如果它的采样器里边有2个是除了盐之外的其他颜色的话，它的平 A 都可以给自己恢复夜魂值，2下它就满了，直接减抗。满级之后可以直接减36%的抗，持续时间15秒。在这15秒期间将不需要任何操作，哪怕是怪物死了，它再出来一波也会受到这个减抗影响。有的朋友估计有疑问，那我岂不是就得带多色队了？并不是，双水也是可以的，它这采样器将会直接变成水水盐。那有的朋友一个采样器都减36%，2个采样器那不是起飞了呀？想得美，策划台也想到了，不能叠加。那如果说队伍里边的元素不够会怎么样呢？比如说全是盐，或者说只有1个其他元素，那么这样的话会给希诺宁的普攻或者下路攻击增加伤害，这就属于高端玩法，对于一般玩家来说没啥用，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组个多色队。说完希诺宁的小技能，咱们再来说一下希诺宁的大招，也是非常简单如果希诺宁的采样器其他元素超过2个的话，将会给前台角色进行回血，是一个持续奶。如果说这个采样器其他元素少于2个，那么呢会增加希诺宁大招的盐元素伤害，而且不管你是恢复血量还是盐元素伤害，它都是吃防御力的。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希诺宁的技能加点，小技能是一定要拉满的，因为它的减抗是按照技能的等级来的，我觉得给一个皇冠都不过分。其次呢就是希诺宁的大招了，点个7、8、9级就差不多了，这个奶量并不低，又能减抗又能奶人，功能性还是非常非常强的。更别说希诺宁还能带娜塔的这套新圣遗物，也就是这个套勇者套，只要触发反应就能给对应元素提供40%的增伤。也就希诺宁好歹不能后台了，要是希诺宁能后台，我靠，那就太逆天了。所以我是强烈推荐大家去带这套圣遗物的。具体属性呢，其实希诺宁也不挑，防御影响它的只有大招的回血量和大招的伤害量，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一般玩家来说是不太重要的。确实。所以大部分的玩家我觉得也不用纠结它的防御力，你就充能杀、防御杯头呢就看情况，防御头、治疗头、暴击头都可以考虑。为啥呢？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下希诺宁的专武，因为希诺宁的专武它是按照你的防御力来给你算伤害加成的。那如果说我们抽希诺宁的专武的话，防御力就要对高一点了，不然这个专武特效它吃不到。那如果说我们不抽专武呢，比如说我想带个西风剑，反正希诺宁开了 E 之后它也需要战场 A 的，但是西风剑的话它就需要你的暴击稍微高一点，那暴击之后才能出那个球嘛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带暴击头。还有呢就是娜塔的锻造武器加防御力嘛，也是可以的。然后呢我们就来说一下最重要的配对，就这么说吧，希诺宁算是当前版本除万叶之外最通用的大辅，没有之一了，完美的解决了一个万叶不能掰2半的问题。之前什么队伍都要万叶，圣河万仙、雷九万般、万达国际、龙王队、仆人队，哪都要万叶。现在大家不用纠结了，希诺宁来了，一对一个 Nice。不管是水 C、火 C、雷 C 还是冰 C， 对于巨怪要求不高的队伍基本上都能进，尤其是对于那些战场时间长的主 C 来说，希诺宁的帮助越大。比如说像龙王，希诺宁开个 E 挂个光环之后，龙王就哭喷就完了。2命之后更是能进一步提高盐队的伤害。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拿希诺宁跟万叶去做对比，确实，如果我们只看角色的拐力，万叶技能40%增伤，风套40%减抗，希诺宁技能将近40%的减抗，圣遗物40%的增伤，单从这方面去论的话，基本上差不多。但是实战那能一样吗？2个人的区别还是很大的。万叶可以巨怪削刃，希诺宁呢，他还有个奶，所以2个人绝对不是完全的替代关系。建议有条件的朋友最好都捞一只。OK， 那么以上呢有关于希诺宁的攻略，我们呢就先讲到这里了。最后呢，就祝大家都能单抽出金，10连双黄，小保底不歪，希诺宁领回家。